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你梦里隐藏的秘密或者是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2023年的3月的时候啊，也是在我们太阳双鱼的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呢，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周围很多的朋友啊，都收获了来自宇宙非常多不同的就是梦境啊。我们在梦境当中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情形，不知道在镜头里的你是否也同样做了一些无论是奇怪的，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噩梦也好，还是美梦也好啊，就是有这种梦境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有些朋友呢，这个梦境可能会是白天啊，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个梦境大多数吧，可能应该还是在晚上。那我最近呢，这个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梦到，月球从天而降啊，对，非常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我的一个朋友他梦到的是有人在跟他讲话有人在跟他讲话。然后呢，我以前其实是经常梦到一些跟动物有关的能量，还有水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水，是我经常会在梦境当中遇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次读牌通过这个读牌的方式跟宇宙做一个连接。我们要去解读这个梦境当中所隐藏的秘密，或者是说是谁，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一种能量吧，在传递给你又是如何的信息。今天呢，我尽我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帮大家选了5组牌。那在梦境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能量有的很具体，有的可能是比较模糊的抽象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通过这5组牌来做一个大众占卜，好不好？今天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2个方面，我们今天解牌也是通过这2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解读。今天选牌呢，首先就是我会跟大家去具体的，或者是尽我可能的把这个梦境里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回述。然后呢，你们会通过，如果就是说这个回述的过程就是想给，如果你还记得，大概记得这个梦，或者是说你想解那个你曾经记得的某一个梦，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这边就不需要说一定去能量的连接，对吧？我们直接从这个梦境开始去解读和分析这个梦境究竟是在说什么，是想表达什么。然后呢，我们的第2个部分有些朋友，比方说有些梦你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你却醒来以后完全不记得。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梦，可是我睡醒来以后真的就什么都不记得。我只知道可能我晚上哭了一晚上，或者是晚上曾经非常的痛苦，或者是晚上曾经非常的好像经历了一生一世的感觉。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你选牌的方式就不是说通过我的回述，你选牌的方式是通过静心冥想和这5组牌里的某一组在能量上进行一个连接。就像平常我们做大众占卜一样，你并不知道这一组牌里的信息或者是内容是如何，你只知道在能量上你跟这一组牌，或者是你跟这一组数字，因为我们今天有数字嘛特别也是由数字跟大家去做一个能量的 channel 连接，去选一个数字，去选一个牌的方位，去选一组颜色，或者是选出这个画面，或者是这组能量吧，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解读毕竟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所以就尽量帮大家去把这个梦境做一个解析，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今天的选牌我们今天的选牌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
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边是我不形容吧，大家自己看啊。如果我一形容，我怕把这个透露了这个天机。大家看吧，第一组牌的能量啊，你选进来以后，我会跟你具体的去重述 ，OK， 这个梦境在有怎样的画面，这个梦境里的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或者是这个能量点在哪里，好不好？这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好，然后呢，第一组我们这里啊，第一组这边呢，朋友，我跟你选了这个数字7，黄色的。从颜色呢跟这个牌组是尽量靠拢的，然后呢，这个数字7，你感觉一下啊，其实数字也是有它特别能量的，所以说有些朋友，如果你实在是不记得那个曾经非常重要的梦啊，我们就通过能量吧，来走入这个梦啊。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眼前的画面啊，来，第二组牌的朋友，等会儿我会重述这个梦境啊，究竟在说什么，然后呢，我们来解读这个梦，并且传递这个梦境啊，要给你的这个讯息。来，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里的数字啊，数字1，粉色的。第二组牌的朋友，数字1，粉色的。好，然后呢，我们的第三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OK 吗？好，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来，这个是你们的。牌组牌卡吧，你们看一下啊，第三组，好，然后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这个是蓝色的数字4，蓝色的数字4啊，感觉一下这个数字跟你是否是能量上有对应跟连接的，这个是给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回忆起吧这个画面啊，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能量去走入这个梦境。好，我要聚焦 ，OK。然后我们第四副牌组啊，第四组的能量在这里。对，我希望它能够自动的去聚焦。对，好，第四组啊，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牌卡。然后第四组牌的朋友，我们的数字啊，我给你选择的。数字6，这个是绿色的数字6啊，数字6，好，然后我们的第五组，第五组，来。第五组是这个，大家看清楚吗？OK 啊，对，第五组，第五组啊，我们来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呢，对，好，第五组，我们这里的数字啊，数字2，棕色的，OK， 好。好了，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啊进行一个好的连接，那我们呢那现在呢，我会建议你啊，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尤其是对这个梦境的画面已经不再记得的朋友啊，我们就通过这个重要的冥想，我们来跟这个梦境的能量进行一个连接。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让我们能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的这个梦里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在这个梦境里，你有怎样的信息或者是讯息想要传递给我呢？请宇宙给我指引，感恩宇宙。好，
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5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数字有在能量上吸引到你。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说有些朋友，如果你觉得可能两个牌卡2个数字啊同时在召唤着你，那么可能你的梦境里的一个讯息是一个 mix， 就是两边一起，可能就是你那个梦境里的讯息，或者是梦境的一个解读，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多选的。再来呢，有些朋友，如果你觉得有那么1个、2个，甚至是3个梦，你都需要去了解它们的意义的话，那么你也是可以点开多组来看，因为我们今天的每一组牌的梦境的画面，好不好？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其实真的有好几个梦你都很想了解的话，那么你是可以都听听看的。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今天你的牌组啊，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你的梦境里隐藏的秘密是什么，你的梦境里要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黄色的数字7，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你们可以参考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梦境的牌啊，我们这里有2张，所以呢，其实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梦境啊，有多层含义。我们现在呢，就来一起解读一下。首先呢，你们选择的这张黄色的牌卡，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2个人啊。那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奶奶，她在扶着一个拐杖，就是漫步的前行。后方呢，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啊，这个人呢，应该是在保护她，或者是帮他拿这个另外一根拐杖。那第1副牌组的朋友啊，这里的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里，在你的那个梦境里，这个能量有些什么样子的重要的能量点啊？首先呢，在那个梦境里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应该是我们所谓的代表着你生活当中一个年纪有一点大的人啊，年纪有一点大的人，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说这个人他你不认得他，你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人年龄可能有一点大了啊，他的身体可能在衰退的状态当中，而你呢非常有可能是在这个 position， 就是你是这个人的眼睛，你是通过这个人的眼睛看到他的啊，第1副牌的朋友，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年纪大的人，既有可能是一个男士，也有可能是一个女士啊，他在这个漫步前行。所以说这个梦境当中呢，是一个老人家啊，也许你在跟他聊天，也许你没有跟他聊天。那么这边呢，我看到这个梦境啊，如果是这种梦境的话，那么第1副牌的朋友，其实你有可能是在担心一个年纪大的人。那么这个年纪大的人呢，他非常有可能就是年龄在往衰退的方向去走。我们所谓的年纪大的人嘛，可能这个身体啊，就是非常需要好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我看到，就是我刚才连接到，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在你左右。你为什么梦到他？因为他不在你身边，所以你非常非常的想他。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你没有办法在当时的那一刻那一秒与他在一起，而你呢，可能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人的身体状况。于是呢，你在梦境遇见了他。你在梦境遇见他，你担心他，你想念他，你思念这个人，而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真的是日渐老去。所以我看到这是一种关心啊。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白天你不觉得，晚上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其实已经把这份关心传递到了非常遥远的另外一头，而另外一头的这个人也有可能呢在思念着你，在想你。这是第1个。第2个呢，有些朋友啊，我们等会来讲这张牌啊，我们先把这张牌讲完。第2个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就第1组的这个老人呢，老人家啊，他不是你的亲人啊，他不是你的亲人。这个老人家是什么呢？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你的过去啊。你可能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头发花白，但是你又看不清楚。
这非常有可能是代表着你的一段过去，你在梦境里看到了你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段人生经历，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已经过去了，既有可能是你今生曾经过去的一段经历，你其实对这一段经历可能非常的记忆铭心，或者是这一段过去的经历让你就是很刻骨铭心啦你以为你放下，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忘记，但事实上它有可能会在你的梦境里重新遇见你，传递一些重要的能量或者是重要的信息给你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个是亲人，一个是比方说一位年纪大的人，你关心他，另外呢就是你过去的一段很深很深的记忆，被你封存已久的一段记忆，它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段经历对你来讲很重要，这段经历你可能曾经想忘，但是却忘记不了，也许是你小时候的有些朋友这个经历可能是你小时候的，也有可能是你前世的经历。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场景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其实有2种不同的情况。第二个场景呢非常清楚这个年纪大的人他并不在你的身边跟左右，这个年纪大的人其实是你逝去的爱人，这个爱人呢不是感情里的这个爱人是你很深爱的一个人。第一个，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就是已经过世的一个亲人，或者是你过世的一个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第二个，这个过世的人呢，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你的宠物，或者是说他是 OK 我们所谓的已经不在我们的这一个时间的轴线上生活的一个灵魂，他其实已经是我们所谓的去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他在你的梦境当中以一个老人家的形式出现在你的身边，出现在你的左右，你在照顾他，或者是你遇见了他你遇见了他所以有些朋友其实第一组的能量会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过嘛，其实是有多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传递给你讯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解梦的第一部分，就是由我去口述，重新呢把这个梦境里的情况跟大家讲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今天占卜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来看这些能量或者是这些人他们希望传递给你怎样的讯息，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好，我们首先呢来今天抽，因为每一组我给大家准备的牌卡全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梦境你们梦里的这个人，或者是你们梦里的这个灵，他要传给你怎样的信息？这个梦里隐藏了怎样的秘密？我们来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梦里的这个人，他要传递给你怎样的信息呢？第一张牌是，在我生活的地方非常的美丽。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当时的那一刻就是跟他重聚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在他身边嘛，那他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你不要担心，对不对？你不要担心，其实他生活的很好，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不要担心，他生活的很好。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第一组的，因为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逝去的宠物，或者是你逝去的一个亲人，你逝去的一个爱人所以这个能量呢其实是在告诉你，他也许现在跟你不在一个维度，但是呢他在他的维度里生活的很好，他想告诉你他所生活的环境不用你担心，他过得很好，请你不要去担心他不要去担心他。那有些朋友如果这个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在 OK 就是在同一个地点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能量也是在告诉你，就是你不要担心，他在他的那个城市里，他在他的那个地方其实生活的还挺不错的，他生活的环境很好很漂亮，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讯息。好，我们这边有2张牌。
OK。第二个是，没有所谓真正的死亡，对吧？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death。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做的这个梦真的很有可能是你们就是有一个人他跟你不在一个维度的。如果他跟你不在一个维度，其实呢，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就是思念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你很想很想他，而且你很担心他。甚至有一些朋友对这个人的能量啊，我觉得有一点愧疚，可能你愧疚曾经没有陪他，或者是你愧疚，也许在那一刻你没有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说我其实有感觉到，就是你的内心对于这个人，就是那个思念呐，放不下啊，你放不下他，对，然后呢，你对他的这种想念的情谊很深很深。那么这个人呢，通过这样子一个梦境，或者是这个灵啊，你爱的这个能量，他传递告诉你的是说，请你不要悲痛，请你不要悲伤，因为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分离嘛。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其实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我们看到的啊，比方说小动物、鸟啊、花儿啊，其实它们都是宇宙创造出来的一个实相。它也是我们整体意识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曾经逝去的，或者是你在梦境中遇到的这一个能量啊，其实它跟你是在一起的，你们不在一个频率，你们不在一个维度，但是你们却有一个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就是我们伟大的宇宙，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空和无。在空跟无里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和差异。所以说我听到的就是说，这个能量啊，在梦境当中，他想传递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或者是这个信息，也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人类真正存在的本身，这个能量体，这个整体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希望你也不要去一定要把它们分开，对吧？这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可能不是很就是相信吧，所谓的生离死别这个东西，它可能你觉得非常的实在啊，但事实上从灵性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从我们当今的这个梦境里传递给你的信息，他希望你能够了解，就是没有所谓的分离，对吧？没有所谓的生死，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吧？这个是第二张牌。第三张牌呢是 I watch over you every day， 这个能量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对，如果他已经不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你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说他其实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他可能会幻化成你的守护灵，他可能会幻化成你的指导灵，他可能会幻化成你的守护天使，他跟你不在一个维度，但是他却在保护你，他其实还在看着你，他希望你能好，他希望你能够开心。有一些朋友，其实这个能量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这个人你非常的焦虑，你非常的痛苦，你非常的失望，以泪洗面，或者是你一到晚上就会很思念，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的话，其实这一个能量啊在告诉你，他就在你身边，他来到你的梦境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你的悲伤，他看到你的泪水，他看到你的痛苦，因他而痛苦的这种能量，所以他希望在你的梦境当中告诉你他过得很好，让你再一次的看一看他，让你再一次的看一眼他，让你能够放心，对吧？ I watch over you every day， 其实这个人他就真的是在你左右了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他很想你，他也很爱你。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就是离开你，他还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告诉你，其实呢尽管你们两个人不能够在当下的这一分这一秒，就是在物理距离上降低到最小，就是能够牵手能够相互在一起，但是呢他想告诉你的是，你对他的思念他能够感应得到，而他呢也在想你，而他呢也会祝福你，他会想你，他会祝福你，这是同时一起发生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大的爱心在这个天空之上，它是一种很美丽的、很积极的、很阳光的爱，对吧？ I watch you every day。 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今天这个塔罗牌，我们来抽一张牌看一下。
看看这个梦境的秘密以及它蕴藏的信息，还有什么样子的部分呢？好，这2张牌想出来。好，能量很强烈啊。首先呢，我们这里是一张挑战3，然后我们这里是一张挑战2，非常多的这种挑战的能量啊。这个能量我听到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第一组牌的朋友，我听到了很多遗憾，我听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后悔啊，我听到了非常多遗憾，我听到了非常多的后悔啊。关于这个能量呢，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自责啊，我觉得你们自责，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曾经没有把握住时间，你们可能自责曾经做出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你们后悔曾经的那个决定啊。我看到这个能量。也许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跟他的分离属于那种你不得不走的状况，就是你不得不离开他，你不得不去另外一个城市跟他分开，或者是说你曾经跟他2个人在一起，你选择了一段时间的离开，也是因为你不得不，就是有一些东西很难说，也很难去怎么讲呢，就是身不由己的感觉。那当这个人离开，或者是OK， 对，尤其是当这个人离开你啊，或者是说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你不在他左右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呢，就是在说，请你不要去怎么说？请你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怪自己。很多朋友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你们其实关于这个人呢，就如同他是一个死结，你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开、放弃，或者是解开这个人生的一个遗憾。那我看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在你们的这个状况里面，这个梦境里面，其实这个人呢，他想告诉你的是，他能够理解你的身不由己，他懂为什么当初你选择离开，他也懂为什么当时你不能在他身边，他都能够理解的。而当下呢，其实这个人已经原谅了你。这个人其实他根本就不曾怪你，或者是这个灵他不曾怪你。如果这个是宠物的话，他不怪你，他非常爱你。可是当下他看到了你在这个跟他之间的连接里面，就是他已经离开，可你却没有办法走出来，你却在一个迷宫当中不能够看清楚真实，或者是你没有办法面对真正的去面对这个真实，或者是这个真相。当下的这个情形的话，我感觉得到这个人其实他就是希望你能够原谅自己，他希望你能够放开放开这个能量，他希望你能够自由说清楚一点，就是他希望你能自由，他希望你能够快乐因为他现在过得很好，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他现在所生活的地方很美丽，很轻松而且这个人还能够经常回来看你。所以说如果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一段能量连结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开和释怀的话，那我看到是这个人其实很希望你能够释怀释怀掉。好，我们来看一下月相卡里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告诉我，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这个梦境要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呢？上弦月，他说是你的 commitment， 就是你的这个承诺正在被考验。这个能量呢，是我们基于我们刚才上面也看到增加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如果你曾经对这个人有一个许诺的话，如果你对这个人曾经，或者是这个能量这个我们说的灵，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诺言的话，那么尽管这个人离开，这个诺言我听到就是这个诺言如果你下过，就是要进行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我看到有些朋友就说，比方讲你在他的
床边，或者是你通过远程，或者是你曾经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许过一个诺言，这个诺言可能是你一定会好好的，或者是你诺言说你一定会照顾好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你许诺一定会把一件事情做完等等哦。那么我听到是这个梦境里，其实它也是一种提醒，他希望你能够履行这个承诺，把你曾经许诺的这件事情做完做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曾经跟这个人，或者是你曾经为这个人许过怎样的承诺，那么这个人来到你的梦境上，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在提醒你这个诺言请你坚持。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的离开，曾经的这个离开是因为你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或者是你有一个什么事情你想做成，那么这个人其实来到你的梦境也是在提醒你，请你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放弃了曾经的这个梦想，或者是 OK 开始变得消极，然后呢对，或者是说因为这个人的离开对这个人的思念后悔而没有去把这件事情继续做成做好，那么这个人来到你的梦境也是想告诉你，就是坚持下去，勇敢下去，继续向前。这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想去支持你，使你的这个心愿达成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得到这个人对你有很高程度的爱，就是这种爱它是穿越时空，穿越空间，穿越轮回的。无论这个人他在你对跟你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或者是这个小动物，这个小宠物跟你是什么样子的关系能量我觉得这个能量，这个灵魂，这个灵识，他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是属于那种希望你好的那种希望你好。所以说放下你对他的焦虑，我们把焦虑转化成祝福，我们把遗憾变成当下的努力，去做好自己当下可以做的，去发送出最好的能量，一种爱，一种信仰有的时候其实最好，我们所谓的最好，尤其是如果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不在我们的人世间我们最好的给这个灵魂的能量不是焦虑和担心，最好的能量就是信仰和祝福，这是对他最大的能量的加持。 OK， 好，那这边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所帮你连接到这个梦境里的秘密，以及这个梦境想要传递给你的信息，那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个解梦的环节呢就进行到这里对，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有其他的梦境里的讯息相关可以跟我们分享，留言分享，也可以去，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你很想了解梦境的意义，或者是有关于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粉色的数字1。好，我把它放在这里，你们可以参考自己选择的数字。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解梦嘛，所以说我们就现在首先来回溯一下你们选择的这一副牌，你们的梦境。我们这边呢一共是2张牌我们现在呢从第1张牌开始，因为它们是相互有连接的，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一起。你们选择的这个牌呢是这个画面那总体来讲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所谓的灾难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些个灾难的电影等等就是灾难片的现场吧。你的梦境当中可能是火山爆发，可能是有洪水，可能是世界末日第2张牌呢，它比较具体，是一个原子弹爆发的一个情景。还有的呢是可能飞机飞机坠落，或者是发生车祸它属于这种灾难型的。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梦境属于灾难现场型，你可能身临其中，也许你是灾难的受害者。还有一种可能呢是
你是灾难的生还者，你亲临了现场，你目睹了这一场所谓的灾难，或者是第二张牌里所预示的世界末日，对吧？可是呢，你没有被卷入其中，你自始到终都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在你的梦境里。所以说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慌，对吧？让人觉得很害怕，而且呢，很多这种灾难情形的梦境，其实会给人的感觉很清晰的。所以呢，在你当你去经历这个梦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清晰让你觉得非常的清晰，你甚至能够看到在梦境当中的点点滴滴，或者是在梦境当中那种犹如身临现场的那种就是像看那个3D、5D 电影的感觉，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在经历了这个梦境以后，可能你会出一身冷汗，可能你会痛哭流涕，可能你都会尖叫，或者是发出一声声音这个是第二种我们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的是一个灾难跟灾难有关的一个梦境。那么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梦境一定是不好的征兆，但是事实上呢不一定事实上不一定，尤其是如果你梦的是世界末日的话请大家不要焦虑，一定不要焦虑。其实我先讲一下世界末日好了，可能这里有些朋友遇到的是世界末日梦境可能会很怕那世界末日的梦境呢，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一个焕然新生，它属于那种重生级别的改变。它预示着你可能在身临这个改变，也有可能呢你接下来人生即将遇到一个重大的改变重大的改变。在这个梦境当中，在这个世界末日里面，其实你的梦境所召唤的是你的勇气，是你的勇敢去面对这个重大的改变。所以说其实对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世界末日这种级别的灾难的这个梦境的话，就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好不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很多事情呢，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糟糕的，它未必是坏事，对吧？所以我们要去换一个角度去想，不要把没有必要或者是多余的焦虑背在自己的肩头。很多时候这种世界末日的梦境其实是在告诉你，马上你就要改变了，马上呢你就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说你的心情会走入一个全新的境地。如果有些朋友可能是身体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世界末日的这个梦境其实是在告诉你也许你马上就要好起来了也许你的身体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呢，这个能量也在召唤着你去彻底的结束一些东西，勇敢的去迎接这个美好的，就是全新的创造以及全新的开始。好，那我这里呢就先把第二张牌给解了我们再回到第一张牌来，我们第一张牌这边就是说可能没有到世界末日级别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这个灾难现场，可能是车祸，可能是这个飞机出事故，可能是火山爆发，可能是楼房倒塌，可能是水灾，可能是洪水，对吧？好，如果是这一种情形的梦第二副牌的朋友，那么其实这个梦境呢，它属于某种程度的提醒。在近期的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太过于焦虑，或者是说你在害怕什么吗？你在害怕什么吗？这个害怕和这个焦虑可能会让你觉得甚至是有一点无法控制的局面，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灾难嘛，那么灾难尤其是自然灾害的降临，很多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无法控制，这是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车祸和这种飞机失事，它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所造成的，而是可能 OK 有一个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它却发生了。所以呢，这个梦境呢，其实在提醒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非常的担心，你很害怕，同时呢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控制住这个局面。有可能你在焦虑你人生的未来，可能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事情你觉得看不到希望，或者是你很焦虑这个未来的发展会是往哪一个方向。
当你太过于焦虑这些所谓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来到这个梦境里，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是身体健康方面呢，同时呢也是在提醒你，对于未来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多想尤其是跟健康有关的。其实呢，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同时我们的身体也是宇宙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礼物。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其实每一天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为我们工作，为我们服务。有的科学报道是说，好像每隔7天我们的这个细胞就会焕然新生嘛，所以其实你的身体非常的强壮，你的身体也非常的强大，你要相信你的身体能够为你带来最好的改变。所以呢，就把这些焦虑和担忧就是幻化成祝福，幻化成一种信任。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地方，尤其是你遇到了这个所谓的灾难嘛，对吧？也有可能呢，就是在你遇到这个梦境的时候，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生活里正在经历着一种非常大的改变和改观，对吧？我刚才讲过，这种不确定的能量可能它不是未来，可能是当下，你已经在经历这种不确定性的生活里的东西，你在犹豫如何做决定，或者是你已经做了决定，但却不知道这个决定能够带给你究竟是好的发展还是糟糕的未来。所以这种对于不确定的能量，确实是不受你控制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严重。所以呢，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这样子的梦境，其实呢，你的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把你带入一个你也许非常想去了解，或者是你所担忧的东西，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梦境的形式，把你的焦虑，把你的担忧，把它给我们所谓的 dissolve 融化掉。当你醒来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刚开始你会觉得很累，因为你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梦境。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就是你过一段时间，特别是白天，你忘却了这个梦以后，你能够感觉到其实你会更加的轻松，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那种紧张，因为做了这个梦被融化掉了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一些情景。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整个梦境的一个解析。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有些朋友不记得这个梦境那么这个就是梦境的一个回溯部分。接下来呢，我们会来传递关于这个梦境想要带给你的具体的信息。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来询问一下宇宙，究竟这个梦要带给你怎样的指引，或者是说有怎样重要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你我们来看这个。好，我们来听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跟灾难或者是跟世界末日有关的梦，那么这个梦境究竟想要告诉你什么呢？这个梦境它的重点以及它要传递给你的部分和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梦境里想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这个梦境想要究竟告诉你什么。我们来听具体的宇宙关于这个能量的指引。首先呢，我们抽到的第1张牌是一个岛 Solitude 还有一些朋友这边我感觉到，对，这个岛是什么意思有些朋友可能也遇到了岛可能是在岛上经历了这样子的一幕这个岛我听到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在看到一个孤岛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很孤单，对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屹立在茫茫无边的大海当中。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小小的岛屿，它自己身上自带一个非常完整的循环系统。在这个岛屿当中有它自己的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植物，或者是围绕着这个岛屿赖以生存的动物。这个岛屿虽然看起来在大海当中有一点孤立无援的感觉，可是呢，他们这种自然而然的循环却是一个非常平静、平和而简单的。在这样子的岛屿当中，如果你生活在其中，可能会觉得孤立无援，没有太多的人就是与世隔绝。
可是呢，在这个岛屿当中，在这种宁静的位置啊，你能够感受到风儿的那种吹拂啊，就是那种感觉很清晰。你也能够就是看向这个茫茫的星辰，没有那种太多城市的灯光的污染，你还可以在这个岛屿当中享受到大自然的那种美丽和气息，包括我们地球母亲盖亚的那种呼吸的声音。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来到这种比较我们所谓很近的地方，有点像是隐士所走的这条道路啊，你就能够感觉得到你的内心所谓的焦虑，你的内心所谓的恐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就能够因为这个岛屿而变得平和和平静下来。在这里，你可以做深层次的呼吸，在这个岛屿当中，你可以做深层次的一个冥想或者是沉思。很多生活当中犹如乱麻般的琐事，或者是你的焦虑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整理清楚。当你的头脑能够去驾驭你的情绪的漩涡的时候，你就能够用你的定力去驾驭你的情绪。那么这所谓的灾难我们所谓的这个不可控的一个现场，这个能量就会被你消化掉，就会被你溶解掉。所以宇宙你看带给你的这个讯息，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从这种很乱的感觉把你带到一个平静，把一个很焦虑非常的害怕的一个能量带到一个安静和恬淡的生活场景里来。所以呢，这个岛宇宙其实我看到就是这个梦境呢也在召唤着你去静下来，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这里我听到了一个很具体的能量就是有些朋友我听到就是说这个梦境来到你的生活嘛，其实是因为外界对你造成了太多的干扰，是因为外界对你造成了太多的影响，而你自己的能量呢被他们带走了。所以呢，宇宙的通过这样子一个梦境其实也在提醒着你，就是让自己不被他们影响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就自己给自己画一个圆圈，就如同这个岛一样，我们要做好自己能量的屏蔽工作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好，我们这里翻开了2张。第二张牌是 lightning 这个闪电，然后我们翻开了第3张牌呢是舞蹈 celebration。第2张牌的这个闪电呢，其实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岛屿而来。我看到的这个能量宇宙想要告诉你的信息就是，我们万事万物，宇宙的所有的秩序和规则，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地球，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宇宙它是从 chaos 就是那种混乱当中产生出来的。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就是科学方面的一些关于黑洞地球大爆炸呀，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呀，这样子相关的一些理论吧。它的就是最核心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混乱、情绪，或者是我们不喜欢没有规则、没有制度的东西，它都是一个所谓的变美好之前的一个原始最初状态。很多事情呢，有的时候想要把它变得更好，其实是需要回到一个混乱里来。所以呢，如果有些朋友属于那种就是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世界的混乱比较担忧的你比较容易就是担忧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梦境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请你不要去担心他们。我们要能够接受这个混乱，因为混乱就是我刚才讲，很多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有的时候它的混乱是必须要出现的，就像2个人的关系一样，无论是感情关系，还是说友谊，还是说跟家人的一些关系，其实你不觉得有的时候的吵架是好事吗？因为有的时候的吵架是把我们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有的时候的吵架是能够把一些平常没有说清楚的话，不加修饰的直接的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听明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弄清楚可能对方的诉求、对方的心愿以及对方的担心。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看到世界有一些地方所产生的一些，比方说游行或者是抗议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情绪，
他们要发声，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别人听见，所以他们用一种这样子的公开的形式来，比方说维护他们的权益。所以我们回到这张牌里 Lightning， 我感觉得到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要去拒绝它的发生，我们要能够接受它的发生。就像我们的地球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飓风，有的时候会有暴风雨，可是飓风跟暴风雨我们看到的是它带来的灾难，但事实上它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们能够为我们的地球带来能量，能够为这个地球带来营养。也许我们眼中的混乱是其他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营养，所以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平衡系统。宇宙和自然就是一个最好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方式。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也许不能够理解它，但是我们要试图去接受它，因为它的发生，它的改变也许是有一定存在意义的。我们用这种方式啊，去打开我们的心，去扩宽我们的接受以及容忍的这种心胸啊，我看到是这种。所以当你能够去接受这样子的，比方说能够承认雨天也很好，如同阳光明媚的日子同样重要，你能够接受有的时候情绪的这种波澜，以及你平静的时候啊，同样都是你，同样都非常的美好，同样对你生活的平衡和健康都很重要的这种时候，你就能够接受更多的事情。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这个 Lightning， 其实他想告诉你的就是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内在，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承担的力量，我们能够承受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它能够从内而外的激发出你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张牌，宇宙给你的指引是跳舞庆祝。当你能够接收这巨大的改变，当你能够承担出或者是承担起这个改变，你就有资格，你就有能力去得到这个巨大的改变，它最终能够带给你的好处，以及能够为你带来的提升和转变。生活和日子就是这样子啊，循序渐进的慢慢变好。我们如果不去遭那一难，怎么知道世间的比方说美好？如果我们不去跟那个人产生一段连结，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把握住当下的这份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历得起暴风雨的洗凌，我们怎么能够去感恩，或者是更加欣喜的看到阳光，对吧？Dance celebration。所以当你能够接收住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当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你能够去迎接这所谓的人生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就值得为自己庆祝。所以第三张牌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梦境啊，就是有些朋友你们的梦境是世界末日的话，其实这个末日就是真正的结尾。有些东西啊必须结束掉，有些东西呢必须让它 ending 让它 ending， 要重新来过。当你能够接受这个能量的时候，你就值得去跳舞，你就值得去舞蹈，你就值得去庆祝，因为你要庆祝的是新生。很多事情啊，能量有两边，就像一杯水 OK， 一个杯子倒了一半的水，你去看到的是空杯还是一半的水，将决定你看待这个事物的方向和重点。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其实这个能量呢，就是当你遇到了这样子的梦境，请你千万不要担心，很多事情呢，其实它的这种控制，它是在你手上的，你能够控制得了它，你能够做好它，前提条件是你要能够控制自己，你要能够相信自己。有些该改变的、该来的东西，我们要勇敢的去承受和接受。那么这些改变将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丰盛，请你相信它。好，那么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解析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吧，有什么额外的信息要补充？看看这个梦境啊，有什么样子的信息要给你，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能量啊？我们来通过更加具体的塔罗牌来看一下。好，就告诉我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他们怎么回事啊？这个梦境里隐藏的秘密是什么？我们首先呢看到的是一张 Starlight 星辰，然后呢我们抽到了一张牌是 The Forest Lord
这个是森林之王啊。OK， 这2张牌呢，在塔罗里面都是大牌啊，在塔罗里都是大牌。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什么呢？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啊，要么就是经历着巨大的改变，因为这个星辰的能量之前是 Tower。当这个生活发生了巨变的时候，当你的情绪本来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发生巨变和波动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你接受到的可能是动荡、不安、难过，无法接受现实。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梦境想告诉你，就是宇宙会为你带来平衡，宇宙将会为你带来平静，这是巨变之后的感悟，感悟之后，领悟之后，觉醒之后，才是真正的平衡，才是你内心的这种明白、明了、清晰和懂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平静，并且能够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内心的这个水呀，越来越深沉，越来越稳定。它是一种，我觉得是自我的提升，它是一种锻炼你去接受一些风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孩子，我们可能在这个地球之上，一边去享受这个地球带给我们的美好的同时，我们也要去经历一些课堂，所谓的灵魂的成长。这所有的课堂，这所有的学习，我们都需要去怎么讲呢？就是相信宇宙，并且也相信自己。所以我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如果真的是梦到了这种境况啊，这种梦境的话，那一定是你生活当中经历了重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让你觉得很难受，这个改变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改变让你觉得很震撼。可是宇宙在这个地方想确保给你的是星辰，就是变化跟改变之后的平静、平和和美好，这就是星辰。当你仰望星空，回头来看你自己人生所经历的这一番，你会觉得值得，你会觉得自己勇敢，你会觉得漂亮。因为人生正因为的这些经历，才变得无比的，就是因为人生呢，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些经历，才变得完美。否则人生不完美，因为太过平淡，什么都没有。当别人比方说90岁、100岁回头来看自己的生活所经历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那么精彩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经历，你什么都没有去体会的话，你会有所遗憾的。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这个地方确保给你的是变化和改变，动荡之后的平静美好，如夜晚星辰般的那种空灵，很美很美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在经历这些以后，我们看到精灵的出现，说明什么呢？精灵将会对你带来祝福，精灵同样它也在表示你会积攒更多的智慧。 OK， 这个是第1张牌。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是森林之王这个是 The Forest Lord。 这个牌就是说，当你经历了这样子的改变以后，你将真正的明白生活里的重点，你将真正的懂得在生活当中你要去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就比方说你没有经历这些改变，你没有经历这些变化，你不知道你其实自己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有些朋友一生最看重的是情谊，你最珍惜的是这种忠诚。有些人呢，其实一生当中最看重的就是价值，什么东西值得，什么东西不值得。有些人呢，在一生当中可能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我们所谓爽不爽，不爽或者是不开心，对吧？所以在你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你这个人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别人觉得好的未必你觉得好，别人觉得不怎么样的也许你是最看重的。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梦境其实就是在提前的预知，在提前的告诉你们这一堂课你将得到什么。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看森林之王，你将真正的懂得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将真正的明白通过这样子的一次改变以后，你就能够知道找准自己。 OK， 找准自己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生活圈里你的一个位置。森林之王，你将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同时你也将明白怎么样去保护你珍视的那些人们或者是事情。好，我们今天的最后1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1张牌
就告诉我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梦境里所隐藏的秘密，以及你想传递给他的信息是什么呢？感恩宇宙。我们抽到的是满月摩羯，他说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非常难走的人生周期的结尾，正在慢慢的向你靠近。这个能量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一致呢？这个梦境在告诉你，第2副牌的朋友，生活苦的日子即将结束，这个动荡的日子即将离开，请你去勇敢的接受这一次的改变，请你勇敢的去面向你人生全新的开始。世界末日，对不对？就是预示着一个东西的结束，并且一个完全新的未来。那么我们这里全月在摩羯座也是这个意思。一个非常难走的周期，一个非常难走的一段日子的结尾已经在向你靠近了。而这个新的改变、新的未来、新的自己正在向你一步一步的靠近。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我所帮你们做的这一个解梦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感谢你的收看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蓝色的数字4，我把它放这里。好，那我们的第3副牌的朋友呢，我们这边也是有2张牌那么这个能量是在说什么？总体来讲呢，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梦境当中其实呢，你所经历的是水元素，它可能以河流，它可能以雨水下雨或者是说你看到了雪，对吧？就是那种下了那种鹅毛大雪冬季的那种雪，或者是说你看到了湖泊 ，OK，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瀑布，对吧？小溪、小溪流、大海，这样子的一些水有可能有在那个这个梦境当中你在洗脸，或者是你在用眼睛看看这些跟水有关的元素。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其实我也做过同样的梦，就是在这个水里面但是呢，在水里面，就是我们一般说，如果我们人在水里面的话，就是溺水嘛。但是呢，在梦境当中，你不一定会溺水，因为在梦境里我们是超现实的，在这个梦境里，有可能你会如同像美人鱼一样，就是你可以呼吸的，你不是溺水的状况，你只是在水里面你可能在游泳，或者是你在潜水或者是你在一个非常我们所谓的那个波浪里面你就是一直在往下。当然有一些朋友这个梦境当中，也许你确实是非常的挣扎，就属于那种你很担心，你很害怕。尤其有些朋友呢，比方说你其实不会游泳，对吧？你根本不会游泳，那你如果梦境当中是你自身在水里面，可能会你觉得很恐怖。但是呢，我们这里这个梦境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回溯嘛，就是会把尽量的一些部分跟大家讲。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梦境当中第3组的就是我看到你在跟另外一个族群一起，这个族群有可能是鱼你在跟鱼儿一起游泳，或者是你在看鱼儿游泳，或者是你梦境当中是一个水里的生物还有一些朋友，我这边听到是也许在水里，你跟一个人在就是对视，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但你们可能看得不清楚，因为有水隔在你们的这个中间你们都属于在水里面的那一种。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选到这一组一定是跟水有关，无论是大海、是海洋，还是我们所谓的湖泊、小雨狂风暴雨都有可能的。所以说整个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解析梦境的方向就是要看这个水，你所遇见的这个水究竟是如何的意义，它在你的梦境当中究竟代表着什么样子的，比方说秘密，或者是想要去传递给你如何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洗一下牌我们来问一下宇宙这个梦究竟
隐藏了如何的秘密？这个梦究竟要传递给你如何的信息呢？我们来听宇宙给我们一个解释。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梦境，这个关于水的梦境啊，关于水的梦境究竟是在说什么？那么这张牌呢，它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呢，曾经的你啊，来自于另外一个星球，在另外一个星球呢，你是所谓的星际种子，然后呢，你其实是带着使命来到我们的地球。这张牌呢出现了以后，我会感觉到啊，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在这个梦境当中，在这个水元素里，其实呢，犹如带着你穿越时空啊，犹如带着你穿越时空，去到你的潜意识，或者是来到你情绪的最深层、最真实的地方，带你去真正的感受一下，或者是让你真正的去在水里很安静的啊，就是让你在水里。在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泡养当中，去感觉一下你当下的生活，你当下所面对的，比方说选择，是不是你真心喜欢的，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去走的这条人生道路。我们有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地球上啊，通过我们在地球上的，比方说文化教育，比方说家庭背景等等，包括社会里的规则啊等等一系列的所谓的信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迷失的感觉，这个迷失的感觉呢，就是以为别人告诉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所听见的，是我们内心所想要。可是呢，第3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是一个非常敏感，也是一族非常，我觉得有灵性的一个族群。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无论是你们所遇见和梦见的水，还是我们今天所抽到的这个秒速星团的能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在告诉你啊，其实你的内心里有一个呼唤，或者是说你的灵魂有一个召唤，希望你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希望你能够去听听看你自己内心告诉你的真实。有的时候呢，真实这个单词或者是这个词语啊，它其实非常的耐人寻味啊。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真实，它未必是真实；有的时候呢，所谓的好像不是真实，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心里啊。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能量呢，我会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呢，这个梦境啊，第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级，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带你穿越时空，到达另外一种境界，让你能够真正的明白，让你真正的能够去体会，同时也是一种所谓的疗愈，就是让你在这个海水或者是在这个水元素当中啊，去感受到这种冰冰凉凉、安静的、静谧的那种感觉，让你去体会，无论是所谓的挣扎也好，是所谓的很舒服也罢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是你需要的。在梦境当中，你其实是得到了另外一种能量，让你去想，让你去感受，让你去倾听。当我们听不见外界声音的时候，我们将听到的是自己的心脏，我们将听到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频率和节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有些朋友我觉得可以去重新的审视一下，或者是重新的体会一下你当下所走的这条道路，你当下为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或者是说你当下所执着的这一个人，这件事情究竟是否是跟你最原本的初心啊，他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个呢是我听见的第一个啊，所以说通过这样子的水，我觉得是带你进入到一种深层次的我们所谓的往下最深最深，对吧？犹如我们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打坐冥想的感觉啊。那么在梦境当中，其实你已经进入了你的潜意识，你已经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冥想的这种境界啊。好，我们的第2张牌也出现了，这里呢是 Pillar of Light， 是一个光。他说的是你的频率在上扬，你就是神域。这张牌呢，其实就非常清楚的在告诉我啊，很多朋友在这个梦境当中，你已经得到了一个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不是有人对你说，而是你在梦境当中就会知道。这个能量呢，这个信息就是在告诉你究竟怎么回事。
有些朋友啊，在这个水里面，其实我觉得是你们的情绪啊，你们听到了自己情绪里面所告诉你的，比方说你很痛苦，比方说这个情绪在告诉你你很挣扎，或者是说这个情绪在告诉你你需要释放，或者是说这个情绪里在告诉你你需要重新的做一个选择。那么当你从这样子的梦境里面，在这个深深的水里面啊，无论你是比方说像这个第一张牌就是这种洗脸就很清爽很舒服的，还是像第二张牌里面这种很深层次的，我觉得你都已经得到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告诉你，你醒来以后你生活当中的这个最让你情绪上不能够平静，这个你心中最在乎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事，究竟对于你当下以及你未来的这个人生方向的选择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你究竟应该继续执着还是说放手它离开，对于你自己是最舒服的，也是对于你自己我们所谓的频率最高的，也是一种最健康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指引之下，如果你愿意去倾听，并且跟随自己内心所谓最真实的召唤的话，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啊变得轻松起来。很多朋友呢，也许当你经历了这样子一场梦以后，当你睁开眼睛，你会发现你的泪水啊已经浸湿了你的枕头，你已经真正的感觉到自己内心所谓那个最真实的声音。当你沉浸在大海最深层次的地方，也许会有一束光照亮了你的心，这束光啊，在你觉得最挣扎或者是最痛苦的时候，让你一梦醒来，把你带回原本的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让你看到自己最真实的那种情绪和情感所带给你我们所谓的心灵的撞击。所以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梦境确确实实的，我觉得是让你醒来，我们所谓的 awakening。有一部分的朋友其实这边会分稍微有一点不同，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其实这个梦境在告诉我啊，当时我所连接到的信息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去 tap into your emotion， 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去照顾你的情绪。为什么？可能你照顾了别人的情绪啊，你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你一味的去帮助他、迎合他、讨好他，或者是你想去让他开心、让他满意，可你唯独却忘记了那个最重要的自己。你所做的这一切，你为了什么？你所为他做的这一切，你所为这件事情所做的这一切，你为的是什么？你开心吗？你快乐吗？你幸福吗？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梦境当中直接就是在你的心里啊，我觉得是直接是对他有所反应的。所以说有一部分朋友，我回到刚才就是讲的，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是梦境把你拉住啊，有点像是强行的把你拉入到自己的情绪里，告诉你真正的声音。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就是有一段时间的生活里，也许你一直在情绪的漩涡当中去打转，生活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湿漉漉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可能会有一点忧伤，你每天可能因为情绪把你带到各种各样的境地里你想很多，你在不同的这种情形，可能是你脑海当中所想的一些幻境里，让自己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忧虑。那么你的梦境其实是把你直接的一次性的拉到所有的情绪里，让你一次性的全部体会干净。而在这个梦境当中，我觉得是把你拉到最深层次的你不敢去面对的情绪，然后再把你我们所谓的升上来，把你救起来，再把你拉到这个现实层面干燥的地面，让你能够再一次的去接地，让你能够再一次的去 grounded， 我们所谓的沉静下来，去看看自己生活当中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有一段时间你太过于的去关注你的情感，而忘记了生活里其实很基本的很基础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你生活当中其实当下当务之急需要去考虑需要去照料的。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无论这个水以怎样的形式吧，在你的梦境当中出现，其实呢都是让你我觉得是一种助你的一种感觉。好，我们的第三张牌出现了 play，interesting play。
，have fun, celebrate, don't be so serious。在生活的一段时间里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遇到了水，说明呢你在这个梦境当中，或者是在生活的一段时间里，你有一点压抑自己的情绪啊，生活里面被一些事情就是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个梦境呢，其实是把你带到最深层次，再带起来，也就是在告诉你，生活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心的，生活是需要阳光的，是需要欢声笑语的。如果一段时间里你在生活当中觉得总是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比喻以泪洗面的话，那么这个梦境就是在告诉你，这个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你再继续以泪洗面的话，你将沉沦在你的情绪的漩涡里，就如同你在梦境里这个溺水的状况，出不来，无法喘息。所以呢，我们用梦境的形式，宇宙用梦境的形式把你带到一个可能更加严重的境地，让你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坚持下去了，你需要救自己，你要自救。宇宙给了你一束光，让你重新从梦里醒来，就是在告诉你，你要重新开始，你要醒来了。宇宙说，孩子，你要醒来了。醒来以后呢，我们是醒来是在我们的床上，或者是在这个沙发上那么你就回到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是大地母亲盖亚，是土元素。在地球上，我们有美酒，我们有朋友，我们有美食，我们有美丽的风景。所以呢，这一切我们所谓的拥有这个生命，拥有这个地球，我们这个活在地球上的资格，就是一件值得你去欢乐和庆祝的事情。不要再去跟这些所谓的让你痛苦，让你在情绪里沉沦的这些人和事连结，请你去选择另外一个方向，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爱，更加积极，更加阳光的方向。生活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太过于什么事情都那么的较真，因为如果那么较真的话，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说好像每一个人差别很大，但是如果你仔细往深层次去想，我们每一个人连接在一起，和宇宙同在，同时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如何的出生，我们是如何的离开，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用去那么较真，我们其实可以放轻松一点。我们要笑对人生，我们要有一种幽默感这个是我听到第三组牌这个神谕里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当你醒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进入到了一种觉醒的状态无论这个觉醒你们是第几次，或者是觉醒到什么程度，但是很多朋友因为这个梦境，其实你都会能够感觉得到自己我觉得是醒来的能量非常的重。来，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挑战元素的一个编织者，对吧？然后我们的第二张牌是两个风。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宝剑皇后、宝剑国王这两个人呢是一个 couple 他们是一对来的啦，他们是同一个元素里的国王和皇后。我们的这一张牌首先我们看这个挑战元素皇后，我感觉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宇宙呢在这个梦境里想给你的这个秘密，想托给你的这个神谕或者是这个信息就是在告诉你我们的生活需要平衡。当下你的生活里有太多的水，有太多的情绪，怎么样去把这个元素平衡掉？水元素呢是属阴，而风元素呢属阳。我们要用一股清风，用一种清流，用你的这个当下的思想去控制，去抓住你的情绪的漩涡，不要让自己被情绪所跟走。这个风元素的皇后她是挑战的编织者，说明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自己的思想，在自己的大脑当中编织太多的所谓的障碍，我们要能够去勇敢的清理，或者是理清楚自己的一个思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去看待当下生活里的这个事情，去看待生活里当下的这个状态，并且勇敢的做出决定。这个挑战皇后她是一个绝对的理性的人，在她做决定和做判断的时候，她不是用她的情感，不是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一味的妥协，所以我一味的去迎合，而是在当下的这个局面里，什么样子的决定，什么样子的判断才是对你、对我、对我们的这个关系最好的。所以呢，这个宝剑皇后，她的这个手上拿了一顶我们所谓的
其实它是一种乌鸦，但是呢，因为是冬季，这个乌鸦是白色的，它带有更高的灵性，但同时呢，它也代表着智慧，所以呢，是用智慧，是用理性去做当下生活的决定。这个是宇宙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梦境当中所读到的信息之一。在这个梦境当中，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的第二个讯息这里是挑战的一个 keeper 守护者。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可能遇到过，怎么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走到一个死胡同，或者是所谓的那个死路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迎头直撞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死胡同怎么走，怎么努力，如何的花时间，如何的花心力都没有办法通过这条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就要回头是岸。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在这边对很多的朋友讲的第二个信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头是岸。这条道路不能再继续向前，那我们生活还要不要继续？答案一定是肯定的，生活还要继续。那怎么样继续？回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有一次不小心在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吗？那你如果真的不小心选错了，做错了一个决定，犯了一个错误，没关系我们及时改正，我们回头是岸，回到原点，重新再来。所以说这个挑战国王就是在告诉你，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走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死胡同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我们就不能够再使劲的去撞这个墙，撞那个南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坐下来思考，我们要冷静的分析我们当下的一个局面，我们要能够冷静的分析出当下生活里的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救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并且给自己更多重新选择的能力，以及拥有重新选择的权利，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国王的能量出来，也同时在告诉你一定要把这个选择权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生活不能够被别人一味的或者是一直的牵着走。有的时候在生活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我们需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这个最终的选择权需要你紧紧的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要再给别人了。所谓的收回自己的力量，收回自己的能量，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抽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梦隐藏的秘密，以及想要传递给你的最后一个信息是什么。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梦境所隐藏的秘密，以及想传递给你的信息，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我把这张新月双鱼也给你们。我们这里呢，其实是2张新月能量首先我们抽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新月宇宙在告诉你，一个全新的开始正在向你靠近新月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怎么样？黑月里面黑月结束以后的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我们所谓的那个第一缕曙光，对吧？第一缕光芒。我们本来看到天上是黑黑的，什么都没有，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呢，却有那一丝光芒在它的边沿，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就在那里。宇宙呢，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梦境告诉你希望永远都在。只要你愿意去相信，只要你勇敢的去选择，只要你勇敢的愿意去承认或者是看到，那么这个月亮会为你冉冉的升起，直到变成全月，变成满月，变成天空上最亮的那个月亮。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梦境就是在告诉你重新选择，重新开始，去开始新的人生，去开始新的旅途。我们的第2个能量是双鱼的新月这里是 meditate 冥想 and contemplate 沉思。双鱼的能量，我们今天其实呢连接的也是一个双鱼的能量就是说我们在梦境里，在这个水的最深层次的这个水里，我们双鱼是变动水变动水，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水的灵活性，
我们要学习这个水元素，它带给我们的生活，它既可以让我们沉溺在这个情绪的漩涡当中，直至我们溺水无法生还。可是这个水，它也能够变成治愈之水，它也能够变成疗愈之水，甚至这个水还能气化，变成空气里的我们所谓跟空气融合在一起。那么这张牌新月在双鱼啊，我觉得这个梦境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它是一个 awakening 的信号，觉醒的一个信号。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你这个梦，托给你这个梦，就是要让你醒来。这个醒来是真正的，不是睡觉当中的醒来，是要你在生活当中去觉醒，去明白自己的力量，去明白自己生活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想在这一生这一世成就如何的自己，要去沉思，要去想。我们要用风的这个阳性的能量去吹开这片水，你才能够清晰明了的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一生这一世你究竟想怎么走，对吧？当下的这个情形，这个决定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双鱼的能量，带你进入梦境里的一个假想世界，但是呢，却让你清晰明了自己的现实。好了，这里呢就是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我所为你们带来的这个解梦的占卜啊，希望这个梦境的解析呢能够帮助到你啊，解除你心中的疑惑，同时呢也为你带来来自宇宙的指引跟信息。如果呢第三副牌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很有趣的关于这个梦境里的信息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同时呢，如果说关于这个梦境里的一些相关的主题，你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是你想感兴趣的话呢，也请你留言告诉我。好了，那我们今天占卜呢就先讲到这一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四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绿色的数字6。好，放这里。OK，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这个占卜啊，是要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梦啊，它里面所隐藏的秘密，或者是这个梦境呢，它要带给你怎样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一个解梦主题的占卜啊。我们呢今天2个环节。首先呢，我们是要来重塑一下，或者是回到这个梦境里啊。第四副牌的朋友呢，这个梦啊，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圣人啊，或者是说一个宗教有关的一个人物形象啊。当然了，这边不一定是人，对吧？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或者是标志，但是呢，一定是跟宗教相连接。比方啊，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字架，对吧？有可能你遇到的是一座莲花，有可能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比方说佛陀啊，这个圣经啊，耶稣，或者是其他宗教里的一些相关人物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些朋友啊，他也有可能是什么？他有可能是天使啊，有可能是天使，或者是以一种可能比较特别的，比方说有翅膀的呀。有光火，就是那个人呐，他不是我们没有那个头上没有光嘛，但你遇到的那个人物可能他有光，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光体，就是那种像光的一个载体，然后呢，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人就是金光闪闪，他可能像一个人，但他又不是我们现在看我们地球上行走的跟你一样的人类啊，就是这种，也有可能是外星人，对吧？第四副牌的朋友，也有可能你遇到外星人。属于这种比较怎么讲呢？异世界，对吧？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维度里的人物形象，或者是这个灵魂你在梦境当中你遇见了他，你看到了他，可能你跟这个人在有一些连接。比方说我们这里的画面就是他在抱着你，或者是这个人很大，你很小，对吧？也有可能呢，第四副牌的朋友就说你坐在他的这个。比方说十字架上面呢，你拿着十字架呀，你在仰视十字架呀，或者是说你坐在这个莲花呀，你去到了他的这个佛陀的国度啦，等等像系列这一块。所以说第四副牌的朋友，这个梦境呢，我们说简单一点，或者是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梦境跟宗教有关，跟这个 spirituality 这个指导灵性的一些东西是有连结的。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这个梦境了。那么这个梦境
到底它是什么意义啊？首先呢，其实在这里啊，我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跟宗教有关的一个人物形象，然后呢，你自己本身并不信仰任何的宗教，你没有任何这种宗教相关的一些信仰的话，那可能你会去问，就说是不是我应该去入这个教，或者是我这个要去信这个教？那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的一个个人的意念。不要因为这个梦就觉得好像说，如果你不去入这个教的话，你就觉得很愧疚，或者是你觉得罪恶感，或者是你觉得好像不应该会受到惩罚，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像这种我们所谓的古圣先贤，或者是这种圣人无论是属于哪一个宗教，或者是哪一个派系，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入他的教而责怪你，否则他就不是圣人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去这样子狭隘的去想。其实他们都会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那当代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无论这个人，无论这个所谓的宗教是哪一个派系、哪一个族群，其实他们的核心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教我们所谓的爱的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变得更加的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解脱，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高频率的一个灵魂的存在。所以说不会有这种强迫或者是一定要的能量。那其实呢，当你遇到了这样子一个很神圣的宗教的人物或者是形象或者是一个符号的话，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很大程度是在告诉你，你需要他们的 guidance， 或者是就说我们讲你需要他们的指引，你需要他们的能量，你需要他们的安慰，或者是你需要他们为你带来一个，比方说，精神上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你能够去做这个决定，或者是把你带出当下你生活里所谓的迷茫。那再一个呢，我们去讲精神力我们去讲 spirituality 的时候，我们一定会 vs 去比较什么呢？就是 materialism， 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去做一个对比。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特别，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奇特的宗教人物或者是形象的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看一看你最近的一段时间就说跟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连接的太过于紧密，而导致你跟你的这个高我的这种连接就是产生了中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它都是一个载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vessel， 它是宇宙给我们的一个载体。我们生活在地球，但是我们所谓的生活在地球，但我们同样也是一个灵魂，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灵性。当我们沉入完全的沉入在物质世界，而忘记我们的本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非常有可能就是遇到这样所谓的圣人，他们是spirituality 的一个鼻祖，他们也是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精神领域里面，就是有着非常高位置、非常高这种能力的一个族群。他们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谓的精神力，我们灵魂本身的一个意念和意志。所以说，讲到这边呢，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梦境。这个梦境很简单，就是遇见了他们我们所谓的圣人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说，这个圣人，无论你遇到了谁，或者是这个宗教里你遇到了谁，或者是这个符号我们要为你传递出这个能量，它所带给你的一个指引和讯息，看看究竟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宗教领袖他要告诉你什么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这个 message 更加的重要可能你现在还能够记得，你曾经某一次在梦里遇见了释迦牟尼佛，遇到了净空法师，遇到了耶稣，或者是梦到了无论是谁伊斯兰教的，对吧？印度教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神、上帝天使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这个灵魂，这个精神领袖吧，我们就要这样叫精神力、精神领袖，究竟是想给你传递怎样的重要的 guidance 给你怎样的指引？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鹰 ，See from a higher perspective。
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我们当下的一个局面和现状。好，我们先把这3张牌抽出来啊，看一下究竟他要给你一个什么信息。我们看到了 The Sun 太阳，请你去享受成功和快乐。我们看到了骑士 Be brave and honest。OK， 我们这3张牌啊很有意思。我们这里是一个动物，一个太阳，然后呢是一个骑士。你遇到的这个宗教领袖啊，他究竟要给你怎样的讯息呢？或者是给你怎样的人生指引啊？我看到可能啊，有一部分朋友，当你遇到这个宗教领袖啊，在梦境里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无论是佛陀还是耶稣还是其他的，其实呢，他们都想告诉你，就是要去亲近他们的能量，亲近他们的频率，让他们的那种站在他们那种频率，站在他们的高度去重新看向你当下生活里的一个状况。我看到有些朋友啊，你遇到这个精神领袖的时候，有可能你过得不开心，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快乐，或者是说我们这里是中间太阳嘛，也就是说你没有走在自己的大路之上。什么叫太阳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讲 astrology 占星里面，太阳是什么？太阳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时那一刻，太阳在我们的地球啊，我们所谓的黄道12宫里面，它在哪一个宫位，它在哪一个星座里面。我们在讲星座的时候，比方说你会说自己是白羊座，或者是你说自己是金牛座，或者是天秤座无论是什么星座，其实这个星座它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个太阳你出生的时候，太阳是落在哪一个宫，哪一个星座里面。所以说太阳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原始的能量。我们在出生的时候，这个太阳在哪里，我们的方位就在哪里，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升起。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中间是太阳，说的是享受成功跟快乐。太阳呢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温暖，能够给人们带来光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行星吧虽然对，我们就把它叫行星。那阴呢能够站得高，而太阳呢是在天上，在我们头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信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当你能够看得更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维度提上去，站得高一点我们能够想得宽一点，心胸要宽广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更远。当你能够看得更远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当下和眼前的困局所迷惑，你也不会因为眼前当下的得失所不开心，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得失心很重。当你看向这个太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日子每一天，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日子，一天24个小时只要过了24个小时，太阳就会升起。也就是说，希望每一天都会再来过，就如同每一天的日子今天再难过，今天再不好，过了24小时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对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如果你能够从每一天都去积极的面对生活，从每一天都去努力的做改变，努力的做调整，直到自己能够我们所谓的勇敢无畏的去争取自己的成功，勇敢无畏的去活出自己的快乐，那么终将有一天，我们看这个骑士终将有一天，宇宙在告诉你你将变得勇敢，你将变得对自己坦诚。什么叫勇敢跟坦诚？我们在讲快乐的时候，真的非常需要勇敢跟坦诚。因为快乐这个词语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其实它会有不同的意义。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家财万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精神世界的那种领悟是人生最高层次的享受，对吧？所谓的哲学层面。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能够创作出这样子的画，或者是写出这样子的歌，将会是我一生最荣耀也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其实对于每个人而言尽管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但是快乐这个词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而快乐这个单词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它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它所代表的内涵和内容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呢，我看到这里
如果有些朋友你遇到了这个精神领袖，这个精神领袖要给你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让你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去懂得自己人生你要走的路，这个道路是太阳之路，是光明之路。就像我们12个星座有12个星座的能量，太阳可以落在比方说天蝎、水瓶、巨蟹，对吧？那这每一个能量它所代表的意义都不同，所以每个人所追寻的所要走的路也不一样。宇宙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路，踏上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快乐。那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就知道有一天你能够变得我们所谓的成为自己生活里的骑士。骑士是什么？首先，骑士非常有忠诚之心。那么这个忠诚是忠诚的什么呢？忠诚的是自己的本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本心的守护者，我们都是自己灵魂的骑士，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个骑士是什么？这个是守住我们内心。你看后面是玫瑰花，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本心，我们要成为保护自己灵魂的骑士，每一个人都是。有了忠诚之心以后呢，骑士会怎么样？就是会遇到挑战的时候，骑士是能够拿出他的宝剑做决断的，对吧？我们能够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去拒绝它，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需要去跟他保持距离，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用这个宝剑过关斩将，或者是说克服艰难万险，我们也要往前走。其实很多无论是这个求学追求艺术之路追求这个科学之路或者是走我们所谓的仕途无论你想选的这条路是什么，其实每一条路里面大家都知道它都有很多的困难，条条大路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条条大路都是通向罗马之路，通向成功之路。所以说如果你遇到了这个圣人我能够感觉得到这边有很多的朋友，你遇到了圣人，说明你的能量要亲近他们，说明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你当下生活里你需要的指引，并且在这里既然是圣人之路，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在某种程度去召唤你走一条光明之路，走一条积极的路，走一条阳光的大道，让你能够成就在这一生这一世选择走在地球，成为我们人类你想去履行的义务，你想去探寻的人生，你想去帮助我们这个地球去做的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要能够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份坚定。我能够感觉到有些朋友选择到第4组就是这个梦境它有很深层次的分量。我能够感觉到这边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比较高层次的一个追求，它不应该只是比较我们所谓世俗和肤浅的物质，你的生活当中要加入更多的精神力，要加入更多跟灵性相关的内容，这样子你才能够活得更加的充实，你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满，同时你也能够作为一个更加快乐的人，生活在我们美丽的地球。好，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的3张塔罗牌神谕卡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罗究竟你的这个梦境它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这个梦境里隐藏了怎样的秘密？我们来通过塔罗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好，宇宙，请你告诉我。好，我们牌下的很快。OK， 我们首先第一张牌呢是 Seven of Visions， 这个是 Vision 7，也就是我们的水元素7好，我们的第2张牌出现了是 Vision of 6， 我们这里2张水 ，OK， 2张水，水7和水6水元素7跟水元素6。第4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个圣人宇宙在这里给了你一个原因和理由，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其实你遇到了有一点难以做抉择的事情。你在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生活里有很多的事情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你在生活的我们所谓的 Monday Life 里面，你有一点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处理。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水元素7，
在这个圣坛里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水啊，这个是幻境池，你在里面，这个池子里面有竖琴，有蝴蝶花，有皇冠，有房子，有这个小野猪，对吧？还有水晶等等一系列，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它们在一个漩涡里面去旋转啊，在旋转，所以你在这个漩涡当中，你会觉得头晕目眩，你会想抓住东西，但是这东西很多，你只能抓最多2个，对吧？你只能抓最多2个，或者是你只能抓1个，究竟抓哪一个，你很难做出这个抉择。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你遇到了他们，遇到了这些圣人。圣人来到你的梦境里，希望你能够明白的是，也许通过他的一些言语啊，或者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比方说传递下来的书籍，你去看一看，你去亲近他们，你就能够清楚的做出当下这个很难做的决定了。在这个漩涡里面，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在这个幻境里面啊，每一个人的欲望，包括你自己的欲望，包括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只能抓1个，抓哪一个呢？这就是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也正是因为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你遇到了这个圣人，那么圣人教你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的方法是什么？水元素6。什么叫水元素6？就是变成孩子。小孩子啊，特别的聪明，一般呢，他们都会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比方说小孩子啊，比方说他们饿了，就会说妈妈我要吃的，那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小孩子可能会觉得他困了，他就要睡觉，然后呢，他就会自己就去睡觉，不用别人去说。小孩子呢，可能想出去玩，他就会自己想着出去玩，也不会想说其他的东西。我们小的时候啊，杂念比较的少，我们非常的单纯。所以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你遇到了这个圣人，然后呢，对你又觉得生活里确实是这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重要的选择，或者是怎么样去抓住你生活当下的一个重点啊，宇宙给了你一个方法，这个圣人也给了你一个方法，就是去回到最初，你最先开始希望自己成为谁，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选。比方说有的朋友啊，你觉得其实如果什么都不去顾的话，把现在身外的所有的条件全部放下，问问自己，你希望过怎样的日子？这个答案也许是，其实我就很希望跟一个人啊，白头到老啊，其他的我都不想管。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一些朋友啊，你可能觉得其实我都无所谓，我只要遇到一个跟我相知相识、相互认可的人，我就能够跟这个人在一起啊，去面对世界各种风雨，我都不会再觉得孤单。那么你希望就是一个灵魂伴侣，那就是这个人。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这个工作和事业，甚至是艺术之路啊，有非常高的一个追求，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天地。那么你看音乐里的竖琴，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技能，它是你可能生活当下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所谓的重点，我们生活的重点，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当下最重要、最需要去珍惜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珍惜的对象是需要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下做出判断，清晰的把它抓住的，这样子我们生活才能够不被外界的能量所干扰，我们才知道自己生活要去到哪里，我们才知道每一天早晨起来我们为的是什么，这样子生活会不会觉得更加有目标，更加的有方向感呢？这个是第4副牌的朋友。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啊，让我来为大家抽最后一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梦境里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在这个梦境里宇宙希望带给你怎样的信息，尤其是这个圣人呢，他希望带给你如何的讯息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张神谕卡。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4副牌的朋友，这个梦境里面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OK， 我们这边有2张牌，第一张牌是新月在狮子，第2张牌呢是全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新月在狮子 ，Confidence is your key to success。你的这个梦境里新月狮子的能量在告诉你，成功的关键、成功的秘密是自信。
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真的被生活里的一些困难，包括别人给我们的阻碍啊，所弄得有一点郁闷啊，那么这里第4副牌的朋友，宇宙呢希望告诉你，包括这个圣人就想告诉你，一切有本事的人啊，一切能够事业有所成功，或者是在生活里能够真正的获得成功的人，都是能够经得住挑战、经得起考验的人。当你生活里面真的遇到了困难、挑战以及别人给你的阻碍，你就要去想一想，这些困难、这些挑战、这些阻碍是不是来成就你的关键？把困难当作挑战啊，去迎击这个挑战，去想办法解决它，将是你成功的关键。在这里呢，这个圣人包括宇宙啊，其实想给你助力，想给你助威，想给你加油，希望你能够懂得这个挑战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正是因为你有能力，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克服生活里的这挑战，所以才会给你准备这个挑战。每一块璞玉都是需要雕琢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宝石，那钻石也同样如此，需要去切割它才能够真正的璀璨。那么我想告诉第4副牌的朋友，这个圣人包括宇宙啊，想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相信你啊，他们是想相信你，他们希望你也能够相信你自己，站得高看得远，相信自己是鹰不是鸟，相信自己是狮子不是小花猫。我们要勇敢的自信，遇到这些挑战，我们就是勇敢的去加油，成功的克服，那么成功究竟有一天一定会是你的。那么在这个梦境里的第2个传讯呢，是想告诉你，我们要去臣服于宇宙。有的时候啊，可能你会想，宇宙你那么爱我啊，你那么希望我成功，就不要让我经受这个挑战了呀，就不要给我那么多的艰难万险，就让我成功就好了嘛。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想法呢？那宇宙说，请你相信我啊，我为你准备的真的是为你好，也是为了你以后最大最成功的一种安排。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地球上，我们呢其实就是会想着第一个字叫我，第2个字就是 now， 就是当下的意思。我们想要的是我现在就能成功。可是呢，在宇宙的角度啊，或者是这种圣人先贤，在他们的角度，他们是可以穿越时空的，他们已经打破了时间的结界。所以呢，在他们的眼中既没有我，也没有当下，就是 now 这个词语，因为在他们的维度里没有时间，没有所谓的分别。所以说第4副牌的朋友啊，宇宙呢其实已经安排了你成为他的信使，宇宙呢也安排了你成为了他的使者，你是宇宙的孩子。你在这个地球之上，不仅仅成就的是自己的成功，你的成功其实也是宇宙的成功。你在和宇宙一起创造一个实相，你也在同宇宙一起啊，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呢，相信自己，相信宇宙，我们的这个世界以及你自己的生活会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4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所帮大家做的这个解梦的一个占卜啊，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你解除你心中的疑惑。那也希望呢选择到第4副牌的朋友啊，就是坚持下去，并且呢勇敢的去加油。我相信你的这一生这一世一定能够过得非常的好，也一定呢能够达到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地球，你最原本的初心所给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你一定是可以实现的。那如果呢关于这个梦境啊，你有什么样子的想说的，或者是说在梦境里有什么样子的细节以及精彩的部分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5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棕色的数字2。好，放这里。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关于解梦的占卜啊，所以呢我们就首先来进入到今天解梦的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是要去重述这个梦境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梦境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场景，或者是说这个梦境究竟讲了个什么内容啊。然后呢我们会进入到第2个部分的传讯。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5副牌的朋友，你们所选的这一张牌卡。第5副牌的朋友啊，其实这个梦境啊，你们做的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样子重要的场景呢？就是你被人追，或者是你在逃跑，
很有可能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梦境是你身处于迷宫之中啊，就是说你跑啊，或者是你在走啊，然后你想出来，你怎么也出不来。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明显有人在追你啊，非常明显有人在追你，然后你就想逃离这个人的追捕，你逃离这个人对你的那种很恐怖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朋友这边第5组牌的朋友，就是你遇到鬼啊，就是梦境里你可能遇到一个鬼，就这个鬼一直在追你，或者是说你遇到一个人，他一直在追你。也会有那种像我们电影里警匪片的那种感觉，就是警察在追你，然后你在逃跑，对吧？有官职的人员在追你。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追逃的场景里面在这个梦境里面，这个追逃其实它所隐藏的很明显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是你们可能在生活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你做了这个梦你在逃避你在逃避一个人。可能这有一个人呢，生活里面就是他找你，给你发短信，给你打电话，给你视讯，然后呢让你看到很多很多关于他的一些状况。但是呢你其实对他并不感兴趣你其实不想跟这个人玩，或者是你不想跟这个人搭理，你不愿意跟这个人有过多的连结和联系。可是呢这个人就一直在主动的联系你，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是你想逃避这个人的这种能量吧。所以你就会梦境当中感觉到自己想跑，对吧？你想跑，你觉得这个人其实在能量上给了你非常大的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时候你非常有可能就是做到这个梦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其实第5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学生时期特别容易做这个梦。为什么呢？就是学生时期我们不是有那个作业嘛，然后有那个考试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去交作业，或者是你明天、后天、大后天几月几号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考试，你很紧张你非常非常的紧张，你其实不希望这一天到来。也许你准备了很充分，但是你还是很怕那一天你要去考。有一些朋友呢是准备了不充分没有好好的学习，但是呢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在向你逼近，然后呢你快要考试了，然后你就会非常的紧张。也有可能在工作当中的朋友就是在你马上就要去做这种 presentation， 马上就要去做这个演讲上台OK， 或者是做报告领导在找你要报告领导希望你能够跟他说什么事给他个交代你也有可能就是梦见自己在跑，别人在追你这个是第5副牌的朋友我们这个回溯梦境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梦境里，我们究竟这个梦里面隐藏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在这个梦境里面呢又有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讯息想要告诉你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5副牌朋友我帮你们准备的牌卡。我们今天每一副牌都不一样每一副牌都不同。我们来看一下第5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是 Magic of You Oracle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梦里隐藏了如何重要的讯息，梦境里有怎样的秘密我们来听一下。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5副牌的朋友你的梦境里究竟是有怎样的秘密？宇宙在这里呢要借这个梦给你怎样的重要传讯哇，真的是第一张牌是 Be Still， 请你安静，不要动，请你允许这个能量去揭示自己的存在和本身Allow the energy to reveal themselves。 OK， 这张牌让我看到什么这个梦境里宇宙之所以给你这个梦，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安抚你。第5组牌的朋友，不要担心，你所担心的事情未必发生，你所害怕的那个最糟糕的结果，它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事情呢，当我们越是恐惧，当我们越是焦虑的时候，我们越发不能够轻举妄动。很多时候在生活里大家去回想一下，就是当你紧张的时候，你会不会容易冲动？可是有一句话叫冲动是魔鬼，越是焦灼越是紧张的时刻，我们越是要定，
我们要看清楚了再行动，我们要想清楚了再说话。所以说这个能量啊，我觉得这个梦境里其实在告诉你啊，或者是你回想一下，你真的有被这个人抓住吗？很多时候都是你没有，而是你醒了，对不对？你没有被这个人抓住。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梦境就是在告诉你，你所想的那个无形的大手，它未必能够到达你身边啊，对不对？第5副牌的朋友 Be still， 请你稳定住啊，定住。然后呢 Allow the energy， 允许这个能量它去揭露它自己。很多事情呢，它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没有你想的那么恶劣，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可是呢，在等待结果的过程里却是最痛苦的，等待的这个时间是最煎熬的。那我们就要等啊，我们要忍得住啊。第5副牌的朋友啊，等得起啊，又有耐心。这个东西就是说，要等这个事情呢真正的发生。比方说，你很害怕这个老板明天训斥你，或者是你很害怕明天啊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只有等这个时间到达了明天，你身处这个情形，你才知道，也许老板其实不是要说你，也许老板只是希望你怎样怎样怎样，也许这个关系没有那么的紧张，没有那么的焦灼，也许因为一个幽默，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契机，一个点你的人格魅力就化解了这所谓的危机。我们所谓的化危机为转机，很多事情这个能量都是在变化当中所激发出来的。所以说我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这个梦境呢，就想告诉你不要过于的担心，不要过于的去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坏太不好。其实现实当中没有那么的恶劣，对不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好，我们出现了第2张牌。这个梦境告诉你什么呢？传递给你的讯息又是什么呢？ Honor your mystical creative force， 他说要你去欣赏自己的神秘的有创造力的这种能量。这个能量22号牌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就是所谓的我们呢可能有的时候在面对危机，或者是面对我们不想去所谓面对的人，我们不想去处理的事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其实这件事情，这个人，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另外一面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就像一个棱镜，它是其中的一面。这个人我们越不喜欢越讨厌，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人一定反映了出一些关于你的内在的一些地方。比方说你是不是有内心的创伤没有真正的疗愈，比方说这个人是不是激发了出你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己知道的那个弱点因为这个人在他的身边，在他的面前，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隐藏你的一些没有办法控制和伪装的东西，就被我们所谓的揭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宇宙希望你干什么？我们所谓的 honor your mystical creative force。 当这个情形很困难，当这个情形很紧张，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脑筋，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相信自己，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处理，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应对这个局面。有的时候呢，不是用我们原本的方式，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其实很大程度它会撞开你的舒适圈，它会激发出你的潜能。第5副牌的朋友，把我们的潜能激发出来，它就是一种创造 creative force。 这个能量其实在我们的内在我们所谓的与生俱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层面的。无论你是风元素的人，火元素的人，土元素的人，还是水元素的人，我们其实4大元素在我们的体内，在我们的灵魂里，它都具有。我们可能会对某一个元素非常的有感觉，或者非常的擅长，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一样能够激发出另外一个元素它所带给我们的能量和力量。这里呢，我看到有些朋友比方说你对于，我们打个比方你可能对一个人你觉得非常的很难跟他相处，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既没有办法表达出你的真实心意，也没有办法让对方能够理解就是他究竟怎么回事。此时此刻，也许你需要去调动你其他的能量，比方说你的天秤星座这种协商，这种我们所谓的与人打交道或者是你拿出一点摩羯座的那种能量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讲道理，对不对？这是土元素的。或者是你拿出双鱼座的能量，比方说很多事情我们要带有 compassion 这种所谓的同理心、同情心，我们能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多着想一点呢？对吧？我们再拿出比方说狮子座的热情，我们拿出领导能力，我们要去引领这个局面，而不是被这个局面所引领所以我们每个人无论你现在听第5副牌的朋友你是什么样子的能量，你都要知道其实你什么能量都有，你一个都不缺乏。当这样子的一个你很抗拒的局面，你很抗拒的人来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你去战胜现在当下原本自己的一个机会，也许你就能够我们所谓的无论是化险为夷也好是突破当下的阻碍也好是成就更高级别的自己作为更高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其实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无限潜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这个是 Free Yourself， 放了你自己最后一张牌是放了你自己。所以说第5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在梦境当中遇到被别人追，然后你在逃跑的话，我感觉到你有被他就是限制住了你的情绪，限制住了你的思想，甚至限制住了你的行动。这个人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你，他已经来到了你的潜意识，尽管在现实层面可能这个人还没有真正的限制你，没有真正的束缚你，可你已经被他的能量所限制了。那么这个梦境里想告诉你的是，当你遇到这个梦，其实宇宙某种程度上在告诉你，它没有那么可怕，它没有你想的那么强大，恰恰相反，你能战胜它，你能处理它，你要放自己自由。只有你放过你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我们所谓的自由的，不带束缚，不带压力的去面对、解决，甚至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OK， 这里有些朋友如果是考试如果真的是因为考试对，如果是考试的能量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宇宙希望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Free yourself 的意思是要让自己的思想就是放轻松，停下来，不能让自己一直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考试，因为这样子对你没有好处，对不对？我们要放轻松来，我们的塔罗牌出现了，我们这里是第2张牌是命运之轮，第1张牌呢是水元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牌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梦境究竟在说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命运之轮吧，因为这个能量让我看到了很多的信息。命运之轮在告诉我，其实这个梦境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在告诉你事情跟你想的不同。命运之轮，命运之轮轮子是在不断的转动和旋转的，正如我们生命里每天见到的人，见到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去设想，并且完全变成现实。我们每一天可能有自己期待并且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也有我们不曾期待但是却也发生的惊喜或惊讶。命运之轮就是在告诉你，这张能量第5副牌的朋友，就是不要去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提前设想，不要把自己所有的明天的东西今天就全部在脑海当中走一遍。明天还没有到，那是明天的能量，我们今天活在当下，就要去想现在该做的事情。如果是备考的朋友，当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
这个梦境的左右啊，其实你应该去着眼当下你能够去看的，着眼当下你能够去准备的，而不是去想明天考试、后天考试你可能遭遇的失败和挑战。当我们出现了命运的轮子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脑海当中所预想的不一样的。而命运之轮呢，我相信在正位当中一定是带给你更多的好运，一定是给你更多的惊喜啊！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比你想的容易；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比你想的要简单，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塔罗牌，这里是水元素5啊。一个小女孩呢，她追着这个丢失的球啊，她非常的慌乱，她希望球儿呢，这个金球啊，不要就是陷入水中。可是呢，这个球儿还是来到了水里。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只青蛙坐在荷叶之上，它非常的安静，它非常的安详，它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它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球代表着这个女孩子的梦想，带着这个女孩子心中一直想要追寻的东西。可是呢，她不知道的是，这只青蛙它是一个带有魔法的青蛙，我们或者把它说青蛙王子啊，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喻好了啊。这个女孩跟青蛙王子这个性别大家不要去代入啊，就是你可以去切换。也就是说啊，这张牌在告诉你什么呢？第5副牌的朋友，也许你心中觉得没有了的，你心中觉得最糟糕的情形，它其实未必是真的。在青蛙这里啊，其实一切都还存在着改变，因为这只青蛙有魔法，它可以让自己幻化出任何的东西。也许这个女孩子在追的水晶球并不是她心中真正最想要的一个东西，而青蛙王子却能够实现她最理想的那个梦。就像我们那个阿拉丁神灯啊，擦一擦，问一下精灵，精灵就给你带来你心中所想的实相。所以说这张牌呢，我觉得真的是第5副牌的朋友，宇宙呢很想告诉你，在这个梦境里的一个讯息是说，有些东西吧，丢了未必是不好的发生了一件事情未必是坏事情，在你以为最糟糕最不好的地方，它都会有希望的，它都会有好的东西的，只是说你还没有看见。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在这个小女孩的心中，也许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可她不知道的是，青蛙却是她的最大的神力。青蛙其实可以变成她心中所想要的任何的东西。就像也许某个时候的我们，在生活的某一刻，以为这个天要塌下来了，以为自己好像完全就是非常的痛苦理想全部都破碎了。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见的是，也许转角就是机会，转角就是转机，转角就是真正我们心中想求的那个真正的东西。所以说在这张牌里面，我能够感觉得到第5副牌的朋友，你们呢其实有一点在我们所谓的你在设定你的命运。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某种地方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没有办法逃脱命运的。命运给我们的安排，我们要能够勇敢的接受它，我们要能够学会所谓的 surrender。 那么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一切都有转机，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机会变得更好。而你要做的，通过这个梦境，宇宙希望你放飞自己，放了自己，不去控制就是最好的把握，不去死死的抓住就是真正的拥有。大家去想一想。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梦境究竟要传递给你怎样的讯息，以及这个梦境当中要给你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总感觉到第5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好运有一定的机缘巧合，这个机缘巧合呢，跟你想象的还完全不一样来，我们来看我们这里的第1张牌是全月在天蝎座，他说现在是时候去释放一切消极的能量。我们都知道天蝎座我们都会去想他可能跟这个比方说 sexuality 跟这个暗黑跟这个还带有毒蝎有毒可能跟这些东西有联系。但是呢，天蝎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是水元素。
天蝎座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疗愈能量的一个星座。那么在这里呢，我看到啊，这个梦境里其实真正想要你去了解的一个重要讯息是，让你能够接近天蝎的能量，去勇敢的接受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只有我们接受了这个现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改变。当我们看到了自己也许在备考的时候可能之前一段时间疏忽，我们焦虑，我们才能够当下那一刻开始勇敢的、坚定的去做我们当下这一分这一秒能够去做的事情。有些朋友也许是你面对这个局面你非常的恐慌，那么一定有一个原因让你恐慌，也许是你曾经应该跟这个人多沟通多了解，或者是多做一些表达无论是什么问问题你没有做，或者是说这个人曾经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怎么讲呢，可能你们有一些前缘吧，对吧？那么这个前缘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误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解答没有真正的说清楚，那么当下如果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不要逃避，让它出来，因为只有让这些矛盾点和误会出来，你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矛盾点和这个误会点。就像全员在天蝎，天蝎座不怕矛盾，天蝎座也不怕所谓的很激烈的一些东西，但是天蝎座呢，他是能够所谓的接受这个黑暗，因为他就是黑暗的转化者，一切黑暗在天蝎这里都可以把它幻化成新生。那第五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所谓的暗黑的能量请你们去释放掉，也请你们去接受它，也请你们去转换掉它，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好，我们的第二张牌，这张牌呢是一个新月的能量他说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能量在蓄积能量在蓄积，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它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无论我们能不能够用肉眼看到这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都在发生着，而且是越来越强大。这个新月的能量或者是腊月吧，我们把它翻成腊月，腊月就是不断的去往这个满月和全月去走，对吧？这是一个中间的过渡期。最后一张牌是一个全月在巨蟹，又是一个水象能量A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一个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解决。所以说第五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还是跟人有关了有些朋友可能跟事有关，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如果这个事情是个人的事情你个人感情的事情，你个人学业上的事情，你个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宇宙说这件事情能得到解决，不要担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它一定能够得到一个解决。解决的方法未必是你提前设想的，但是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化解，请你相信它，请你也相信自己。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读牌呢，能够帮助到你解除心中的迷惑，也希望呢你能够成功的度过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所谓的生活里的一些矛盾，能够成功的度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如果呢跟梦境有关的相关的，比方说主题，你有想知道的，或者是想破解其他梦境的一些能量吧，也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